在俄乌战争之前，乌克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安225运输机和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大量大型运输机维护设计设备。乌克兰空军运输支援部队的起点非常的高，其起点源自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遗产分割。当时的乌克兰作为苏联航空工业重镇，不仅继承了6个伊尔76运输集团、1个空中加油集团以及1个专属运输机队，还掌握了安东诺夫设计局这一全球顶尖运输机研发机构，坐拥安2、安12、安22、安24、安26等等多款经典机型，形成了覆盖轻型、中型、重型的完整运输体系。在苏联解体的第2年，乌克兰空军正式成立时，其运输机总量超过了200架，具备战略投送与战术支援的全面能力。其安124鲁斯兰重型运输机与后来的安225巨型运输机更是当时全球空运能力的巅峰代表。然而，独立后的乌克兰陷入了经济困境与军事改革震荡。在1997年的北约乌克兰协议正式签署后，乌军按照西方的标准裁撤整编，大量的运输机被纳入了出售清单。在1995年至2012年间，乌克兰累计出售了500余架军用飞机，其中不乏状态良好的运输机，从而导致乌克兰机群规模持续的萎缩。2012年，乌军进一步推进改革，计划裁撤2个运输旅，将运输机的数量压缩至20架左右。这一计划在2014年初完成，直接削弱了其战略运输的根基。随着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的大多数运输机，包括安225都被损毁。到目前为止，在俄乌战争中，乌克兰基本上都是以地面部队进行战斗。乌克兰通过空中运输机力量运输兵力和装备等实力并不是很出色。这除了因为战争损毁之外，乌克兰的运输机、直升机和预警机等等配置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前苏联的时代，能有效形成战斗力的更是少之又少。那么，在上一期我们讲解了乌克兰空军战斗机作战力量之后，本期我们继续和大家谈一谈乌克兰空军的最新辅助战斗力量是怎么样的。乌克兰在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其主力机型是22架安24、26运输机。这一批运输机主要是来自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自成的44个航空兵团以及2150架军用飞机。当时乌克兰继承的军用飞机还包括图160战略轰炸机等等尖端装备。后来随着乌克兰经济衰退与战略调整，以及欧美等国家的一些套路，乌克兰销毁或出售了大量的尖端军机。截止到目前，只剩下安24、26运输机可以正常运营，而早期的伊尔76等等运输机，随着后来的局部冲突和俄乌战争中大量损耗，已经消失匿迹，甚至一些转到民用的军机也被毁灭，其中就包括了问世就曾经震惊世界的安225重型运输机。作为全球最大运输机，其具备超过250吨的载重能力，但仅生产了1架投入运营，目前也已经被损毁，且因战争影响，其复产修复无望，这成为了世界航空工业史上的一大遗憾。其实乌克兰曾经也想在航空工业上自给自足，毕竟乌克兰依托安东诺夫设计局，其技术储备是非常丰富的。乌克兰曾在运输机领域展现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在1994年首飞的安70涡轮桨扇运输机，作为全球载重最大的涡桨运输机，其设计载重达到了47吨。安70项目始于苏联时期，原计划生产160架。1991年苏联解体后，因俄乌分歧导致合作中断。乌克兰于1992年独立推进研发。根据公开的消息，乌克兰空军曾采购3架，但是战争的影响，目前来看，仅有1架原型机正在使用，而这架原型机曾经在巴黎航展上面亮相，但是当时并没有大量生产和订购的意向，仅仅是作为研发能力的展示。乌克兰这些执行运输任务的飞机，目前依然是其空军战术支援的中坚力量，主要是用于前线物资运输与人员输送。这些机型的共同特点就是结构坚固、适应复杂的机场，但是普遍也存在服役年限长、技术相对老旧的问题。除了这些主力机型之外，乌克兰空军目前还有3架安30运输机、2架瑞典的萨博340预警机，执行一些测绘侦察等任务。这些飞机也都非常的老旧，基本上属于勉强维持功能的作用，在实战中并不具备优势。在小型机动辅助力量上，乌克兰的直升机包括15架米8战术直升机和2架米9直升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的空军其他辅助力量还有国际支援、国际的军事力量，以波兰热苏夫机场作为枢纽，德国的 A400M、加拿大的 C130、美国的波音制式机货运机、英国的 A400M 等等多国运输机，每日起降20到30架次，大量的为乌军输送武器弹药与后勤物资。不过这种依赖虽然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却让乌克兰失去了运输的主动权。截止到目前，乌克兰空军现役可正常运作的运输机总数不足
30架，且多数机型服役超过30年，零部件短缺导致完好率不足50%，而重型运输机能力几乎丧失，其战略投送完全依赖国际援助，难以满足重型装备运输需求。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未独立生产过一架完整的运输机。从苏联时期的全球顶尖运输力量，到如今在存量消耗与国际资源中艰难维系，乌克兰空军的战斗力量目前已经摇摇欲坠，不知道还能维系多久呢？